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都说我们一切合法。国际社会正要问你说，你究竟合了什么样的法规，可以擅自出兵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总统给抓走？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你美国的拳头大，是古巴、哥伦比亚甚至墨西哥啊，遇到美军的再次斩首，你们抵挡得住吗？川普在此刻也持续的对外放话了，他说现在要小心的不是只是委内瑞拉的事情结束就好了，接下来他警告了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你们要小心了。他也直指哥伦比亚的总统，特别点名这一位是裴佐，小心一点啊，因为我认为呢，出兵哥伦比亚听起来很不错。特别来关注到是美国这一回硬抓了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呢，没有想到委内瑞拉这一回是拉起了全国的警戒戒严状态，代理总统宣布了现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他还扬言说要逮捕这些亲美人士。总统府前则是现在面临的是枪声大作，连战车都开上街头了。难道内战真的要爆发了吗？赶快来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在1月15号这一天，在这个美国总统被抓之后，1月5号这一天，副总统正式的就职了，代理总统他是罗德里格斯。那《每日邮报》就特别在这边做了一个报道，说呢，在他就职当天晚上，委内瑞拉总统前突然间爆发了激烈的枪声，还有战车开上街头。那其实呢，在他就职的当下，他之前我们知道他多次的跟美国呛虾，但是呢，昨天又说要配合美国，但是最新消息就在就职的当下，他又说了，来自于副总统的最新说法，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逮捕亲美人士，被解读说是不是压不过内部军方的这些压力，所以呢，现在干脆配合军方一起来反美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的来做关注。那他可以做多久呢？这个代理总统的职位，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做90天代理。然后最多延长1次，也就是说7月份以前，他最多可以做到这个时候。那如果在这个时刻7月份之前，马杜罗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委内瑞拉的话，最多30天内，委内瑞拉就要自己进行选举来选出这个新总统。不过当然了，川普在这个时候放话，确实啦，你委内瑞拉想要选出新总统，但是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可能吧？现在你的内部这么的混乱，你应该先把自己整顿好吧？所以呢，他相信接下来美国的石油公司呢会去帮忙整顿，在18个月内就可以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现在如果川普真的不让马杜罗回到委内瑞拉，下一任的领导人会走大选路线吗？看起来好像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大，变成这种武斗？美国的权力真的能够掌控住委内瑞拉吗？在此之前，会不会真的就引爆了委内瑞拉严重的军事斗争？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罗德里格斯哈，他这个在国会啊宣誓就任，那个气氛非常的好，那个几乎反对党哈，现在也一致矛头对外，就变成现在外辱来时啊，这个造成内部的团结，所以现在委内瑞拉事实上是外张内弛，内部的话反而没有过去那么紧张。因为这个国家受到了外敌的入侵，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跟羞辱。虽然西方的媒体啊，美国的媒体，一开始去报了很多这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去，好像要放鞭炮庆祝啊，终于把这个 Rodriguez 要把这个马杜罗抓走了，可是那个是媒体上的，就是说它是展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局部的。是。全面性你要看它国会的气氛，国会气氛，委内瑞拉展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你说未来会不会有变化？不知道。可是目前的情况，就他就职典礼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平顺，没有人在下面叫嚣，也没有人有反对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委内瑞拉被美国跟美国的西方的媒体把它长期的妖魔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怎么样乱七八糟国家。那没有想到，人家面临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啊，1月3号当天，他们的总统被这个绑架以后，事实上他们的国家的这个宪法法庭就立刻开会，开会以后就做出了裁决，然后命令
执行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以代总统身份承担并行使委内瑞拉总统一职。是，所以他这个整个过程是完全依照宪法的规定。所以 Rodriguez 他拿到这个位置，照样是有他的合法性。那这个合法性现在还得到反对党来承认。当然，他们一上来以后，那他们现在其实不是抓这个亲美，他是说在这一次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斩首行动的时候，这些替美国做内应帮美国人执行这一次任务的人，他们现在要抓出来，要追究责任。倒不是说全面性的做一个翻美行为。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说要希望美国把这个他们的总统还给他们。然后呢，而且说这个Maduro 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那当然，照委内瑞拉目前的宪法规定的话，他如果说这个原来总统不能逝世，他代理也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对，我想他们会依照宪法的规定。那反而倒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委内瑞拉现在改选，因为为什么？他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委内瑞拉，而不是一个混乱的委内瑞拉。因为混乱的委内瑞拉，美国的石油公司不敢进去，不敢去把这个石油它这一次真正的产业把它接下来。所以呢，这一次可以说是图穷匕见，也就是说把委内瑞拉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川普所图看起来主要还是在那个石油。好，所以看起来现在整体委内瑞拉内部的这个团结的情绪，好像仍然在持续蔓延。不过在这个此刻，现在也内部传出来说，那现在没有总统嘛，是真空的状态。接下来可能会由谁来做这个权力上面的带领呢？有6个人选现在已经出来了。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副总统暂代这个代理总统之外，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当中还包括了有这个美中的较劲，因为不同的领导人其实他们各自支持的国家也不太一样，尤其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代理总统，他一下亲美，一下反美，但是我们来看到2位，这个是比较偏向中国大陆的，包括了国防部长，目前掌握委内瑞拉军权的这一位洛佩斯，另外一位就是马杜洛的儿子，他是盖拉，3位现在被视为是比较稍微亲西方的，包括了这个前反对派领袖，目前流亡在西班牙的这一位，还有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他也说呢，他有意要回来执政。那另外就是现在川普自己钦点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谁比较有可能呢？那接下来包括了美中俄会如何抢先在委内瑞拉这边进行布局？上次哥怎么看？我在想，委内瑞拉如果没有那么多石油，我们对谁接班大概没什么太多的兴趣了。但就是那么大笔的财富，而且看到卢比欧也在上面。但其实在国内跟国外看不太一样。不过我们首先先看一个结构跟模式，在中南美洲或者说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头，往往如果出现，不要说这次是美国把马杜拉带走，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突然一个权力真空状况的情形之下，大概会有2个系统出现，决定了这个接班人。首先，第一个，如果是他们的原先的无论宪政或政治的体制，还相对来说比较可以，也就是说民主体制还是有的这个情形之下，大概就内部的这个主要的力量，我想毫无疑问的，就是现在的罗格里格斯这个副总统，特别是他自己的出身，还有包括他的兄长 George 也是一方人物。那么他们过去包括不只是在整个境内，整个委内瑞拉，包括他们在华尔街股市方面当中也有很多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国内关系，国际关系也都有的。这项循序渐进也就是说，现在不管是马杜罗怎么样的时候，但是马杜罗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副总统的总体的状态是可以的。那么在此之前，第2个东西，我们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家人。过去其实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次在抓这个总统，他的夫人西利亚也是一方角色，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他的儿子盖拉。这个往往也就是所谓这个自己的亲人本身还是有权力势力的所以这个也要关注。当然说实在的，另外带就反对党啦，反对党当中除了这个还有流亡，我觉得流亡通常不太可能成啦，你没有在内在外，你只能博得一些媒体的声量而已。所以实质上是谁？其实最大关键就是军跟警。我们现在看军力当中，向来在任何政权的跌宕动荡的时候，国防部长这个角色很重要。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所谓这个洛佩斯，
他的角色长期在委内瑞拉来说还是说比较安定的，并不是说是极端强势。我们知道过去在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在的时候呢，他是钦定他的接班人哦，也就是说，在过去被抓起来的时候，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在2013年就被指定了。非常漫长的时间陪伴在侧，虽然以前是公车司机，感觉没念什么书，可是就是指定他呀，他就是符合现在查韦斯认为就是有点类似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当中从基层起来的，然后基层执政，然后会创造共同平均，不管是均富或均贫的这样子的政治社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军人的状况要看。那这位洛佩斯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强势哦，像缅甸那样。另外还要注意一位，我们在上面没有看到是他的警察。卡贝友，他虽然是警力，可是警力当中所用的枪杆子跟维持社会的力量，在内部的动荡当中很重要。而且这个卡贝友其实是过去跟整个总统家族的关系非常好。我要表达的是，现在我们在看这些人是怎么样。除了美国的力量，是不是无论是卢比欧，我认为第一顺位是美国想要扶持谁？除了卢比欧之外，如果境内他要扶持现在的副总统或合作，那会是很大的力量。第二个部分就是军警跟谁合作，无论是军跟警，甚至一起支持谁。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军力跟警力都同样支持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那应该就会非常稳了。所以这段期间，因为美国的最后意志，还有现在在纽约的审判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会有一段波动的时间。但如大使讲的，目前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几个主要力量，美国力量、内部军警力量跟社会当中慢慢归向谁，应该真正的接班人，或至少暂时顶替的人，就会具体出现了。好，暂时顶替的人选，现在全力真空之下会是谁？我们还要再做持续的一个观察。不过呢，这一场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都还没有平息，川普在此刻也持续的对外放话了。他说，现在要小心的不是只是委内瑞拉的事情结束就好了，接下来他警告了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你们要小心了。他也直指哥伦比亚的总统，特别点名他哦，特别点名这一位是裴佐，小心一点啊，因为我认为呢，出兵哥伦比亚听起来很不错。好，那裴佐没有想到他是在社群媒体上立刻回呛了。他以前呢曾经是游击队的成员，他说：“我曾经发誓过我不会再碰武器，但是如今为了我的祖国，我决定会再次的拿起武器。”不只是这个哥伦比亚总统出来呛虾，古巴的总统也呛虾。他表示说，古巴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必要时也会采取行动。接下来哪一个人会是川普下一个出兵的对象？美国有可能因为这个事件埋下接下来跟南美洲国家，尤其是左翼国家开战的一个种子吗？干哥怎么看？其实如果照美国的利益而言的话，这些国家它都要开刀的。可是如果说这么的频繁、这么密集的纷纷对自己的后院展开军事行动的话，可能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美军出兵的合法性跟正当性能不能符合海牙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庭的一贯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竟然连那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都说我们一切合法，合了什么法？国际社会正要问你说，你究竟合了什么样的法规，可以擅自出兵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总统给抓走？对，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你美国的拳头大。当然，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直到现在事件已经过了72小时，我们还在想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是主权独立国家你怎么可以让人家跑到你的总统府？把你的总统从睡梦中给拖走，然后你的侍卫队、你的军方的所有的系统都付之阙如呢？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诧异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让对方的武力如入无人之境，我觉得这个就是南美一系的国家，他们必须要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说像是古巴、哥伦比亚甚至墨西哥遇到美军的再次斩首，你们抵挡得住吗？现在你就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尤其是佩德罗就是哥伦比亚总统也翻译成佩卓啦。他 Pedro， 他老实讲一句，他从小他就是在丛林里面长大的，他是游击队出身的。他今天能够脱胎换骨变成了总统，那他一定有他的人民民意的基础在。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毒贩，
啊，或者说他以前是游击队，但不管怎么样，他今天做了总统，所以川普用很恶劣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他说这是一个病态的男人治理的国家，说佩德罗是一个病态的男人治理了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坦白讲，哥伦比亚它跟毒枭的关系，那就跟墨西哥和毒枭的关系是一样的，几十年来都是斩不断，那理还乱，所以一直这样，长期以往。那川普有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佩德罗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可是你要提出证据啊，对，证据在哪里啊？你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那是很严重指控啊，因为他是总统你又拿不出来。那你这样，你如果要再斩首他，这样国际社会就不能接受了。还有一个就是古巴，古巴说他怎么说？川普说古巴你是失败国家，你现在这个总统卡内尔不但没有以前卡斯楚的魄力，而且古巴现在不是靠委内瑞拉的石油化，经济早就崩盘了。他想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也轮不到你川普去干涉人家内政，甚至要把人家的元首给斩首吧。我认为这一出闹剧到此为止了。美国还是要自己想想看，自己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问题可以提到美国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谢谢干哥。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对于委内瑞拉这一场空战海战即将开打了吗？今天我们特别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正式的宣布了，这个委内瑞拉的领空全部给关闭掉。另外，他也大幅度的派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或者是 F-35在周边压境，现在可以说是开战的前奏。正式要开打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是委内瑞拉，它也不是软柿子，在它的周边部署了5000枚的遏制防空飞弹，再加上俄罗斯的苏30，能够这样子就挡得住美军吗？俄罗斯还会不会再加码武器给委内瑞拉呢？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的是美军封锁也拦不住因为委内瑞拉它的运毒快艇仍然是照样的跑，一趟只要完成了这个交易，可以获得10万美元，所以有很多的毒枭仍然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持续的做生意，美军根本拦不住他们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29号最新发言，致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人口贩子，请将委内瑞拉的领空周边空域都把它视为是全面的关闭，是要真的开战了吗？另外，美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搭载了 F-35，完成了部署。另外，还有2万名的美军全部都已经来到委内瑞拉的周边了。大家就在看说，立刻联想到当时2011年，美国也曾经宣布要禁航区，然后他就推翻了利比亚的格达费，这个被视为是先前设立禁航区的一个最新的开始。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川普这时候说要关闭委内瑞拉的领空，代表地面战马上展开了吗？是要复制当时特别提到的2011年美国推翻利比亚格达费的模式吗？委员怎么看？我认为开打是一定开打，但是所谓的地面战，到底是用空军轰炸、用导弹轰炸，还是直接的派部队？可能都有，但主要还是空军轰炸，因为利比亚当时就是用空军在轰炸的，就是斩首行动。这种事情，我认为他会做因为他有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毒品这当然是一个短期的目标但最重要拉下马杜罗。然后第二个，这个警告所有的中美洲跟南美洲的左派政权，包括哥伦比亚，还有很可能洪都拉斯要选出来的也是左派，那巴西更是左派，所以你看巴西这2天都静悄悄了，不敢吭声，哥伦比亚就不再吭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想要这个恫吓左派政权那个只有那个阿根廷那是右派政权，他很喜欢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警告所有跟中国跟俄罗斯太过亲近的政权，就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我不容许中国跟俄罗斯未经我同意来这边做有的没有，包括“一带一路”这是。那委内瑞拉有没有能力因为5000枚遏制防空导弹，还有加苏30就挡得住美军？那是不可能的事，挡都挡不住。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
就是委内瑞拉的军事领导阶层愿不愿意护着马杜罗到了可能被消灭的地步？我认为不会。哦，我认为不会。他们跟马杜罗也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要做这么事？对呀，所以他只要知道说不会去伤害委内瑞拉军队的利益，然后只是要把马杜罗换下来，换上亲美的政权。这个讯息很清楚，所以这些军官呢做样子是真的会誓死跟美军打，不会，美军也没有要打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先区隔开来。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战争会变成什么全民战争啦、越南战争啦，哎呀，那个距离太远。马杜罗在委内瑞拉也没那个行情，不客气讲也没那个行情，他的行情只是比赖清德在台湾好一点而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我认为这个委内瑞拉根本挡不住川普这个攻势这个距离差距太大了，太大了。好，美国要透过打委内瑞拉来控制住不管是亲中或者亲俄的政权。那确实，委内瑞拉现在马杜罗是立刻赶快用上了遏制的武器。我们要来看到这一场武器上面的对决，到底悬殊有多大？委内瑞拉来看到它部署了超过5000枚的遏制真 S 的防空飞弹，在它的山区跟城镇构成这个多层的防空火网。另外，在空中还有包括了这个真 S，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款飞弹嘛，射程6000公尺，采的是红外线的导引，主要能够防的就是低空的攻击，被视为对于美军很明确的一个警告讯号了。另外呢，美国还派出了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战机苏30进驻加勒比海，美军南方侦察的特战行动也经常会在这个地方来出没。那美国更是增派2500名的精锐部队以及海军的装备。虽然说知道他不可能打赢，但是这些遏制武器能够稍微挡住川普发起的进攻吗？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多的武器给委内瑞拉？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现在大家都谈到的就是这个真 S 的这种防空飞弹，这种就是人吸式的防空飞弹，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它所使用的刺针防空飞弹的俄罗斯版，那它的拦截的距离呢不远，就是6公里。那但是呢，它有5000枚，这个数量就很可怕了。它如果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话，不可怕。可是它如果集中在某几个地区的话，那我们这样讲那以这个战斗机如果遇到这种飞弹的话，实际上来讲，它就是啪啪打这个火焰弹而已。可是火焰弹也会打完的，打完之后就其实反制的方式就很有限了。所以我们讲到说，看他如何的战术运用才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说苏凯30如果对上的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F-35的这一种逆中战机的话，基本上没得交换率的。那因为他们其实是不同世代的一个产品那不同世代的战机其实就几乎等于没有交换率。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中间透出很多诡异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个川普总统他直接的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讲说，关闭领空，其实关闭领空的意义也就等于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交战状态，而且他的关闭领空并没有这一个安理会的授权，是他自己就这样说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新闻报道那个也就是路透社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么一件事然后他们去把这个问题，也就是关闭领空的问题拿去问这个五角大厦不回应，所以这件事情透露的古怪的部分，也就是川普到底又是晚上睡觉，然后突然一时兴起就关闭了，还是他跟他的国安团队有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呢？不过我们之前看过这张图这张图也就是当初宣布了，在2025年，就是今年的10月30号，那到明年的3月31号，他把这一块区域其实实际上是关闭的。那这关闭呢，他说他要做各种的军演。那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节目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行动？果然啊，现在已经有媒体爬梳出来，就是按照美国军方的文件的话，其实美国军方预定在这个加勒比海啊待到2028年。他们是透过所有的这一个相关的国防部合约，也就是购买这些副食类，也就是官兵总是要吃饭的嘛。那买的这一些食材，它的合约其实是到2028年。那也就是在川普任期结束前呢，那他们都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存在。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宣布啊。那但是它的舰艇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它现在舰艇状态，我们看到这张图啊，是是11月28号，也就是罗德代堡号船坞运输舰，它其实它并不在加勒比海接近委内瑞拉的一侧，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它其实位置在于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岛这里进行整补。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虽然大家都认为海军它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可以透过海上的这个无论是高线传递，然后进行整补，或者是海上加油。但是真正最容易整补的，而且对于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的话，它需要的是靠港。因为如果靠这个高线在那边传递的话，其实花的时间非常多，那而且可能会受到干扰。那我们讲到这些啊，现在川普一心一意的，他就是拿一些理由，也就是拿这个是不是他们现在直接的用军事企图的方式。可是我们之前啊已经看到，无论是洛杉矶时报，现在又多了这一个。华盛顿邮报都不断的提出质疑，说这个方式不但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美国国内的法律。好，这个军事企图的方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但另外一方面，能不能真的对于这个打击毒贩有效呢？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效的。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委内瑞拉的这个运毒快艇仍然确实是照跑不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也揭露了说，这些快艇啊有一些特征，包括了长度大约是40英尺，然后它们是由玻璃纤维打造的，而且还有巨大、超大的马力发动机。现在呢，不断在几个重要的地点，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还有委内瑞拉海岸线上运送价值7000万美元的毒品货物，一趟成功能够赚进10万美元，难怪这些毒贩持续在美国眼皮子底下继续赚钱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川普在委内瑞拉所做的军事上的这些集结、训练，甚至封锁，多半大部分其实蔡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从比较是战略的角度，或者是整个区域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他其实在防止整个区域在向左转，希望你能够就是维持偏向美国、亲近美国。那更进一步呢，希望去排挤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对美国影响力的渗透。那我们看到洪都拉斯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结果是中间偏右川普支持那个候选人取得领先。也就是当他在对委内瑞拉做封锁的讯息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洪都拉斯的选民也接受到那个讯息。那现任的执政党是中间偏左的，那结果他的3个候选人里面得票率最低。那这是川普的用意。但是我也觉得，如主持人所问的，反毒这个议题是不是真的也是他在针对委内瑞拉行动当中一个诉求？我觉得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表面上是这么讲。对，主轴是不是维持这个如此？其实对他而言不矛盾，因为川普上来的时候2个事情其实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第一个，对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过程当中，他其实增加了一个芬太尼的议题。对，那芬太尼议题跟中国大陆无关，因为中国大陆这是出口原料，那是你自己这个贩毒集团的这种运用。但是后来你看11月釜山会议的时候，中美在芬太尼上面有一个合作的空间，也就是中国大陆对原料出口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限制跟管制。所以这个是他针对毒品在美国的泛滥。毒品在美国的泛滥的程度，我就不需要多讲了。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你看到搬一个家，你随便那个厨房底下的柜子一打开，先搬进去，通通都是一些毒品吸毒的一些用具，司空见惯。那然后呢，2月份的时候，
，Rubio 美国国务卿又把一些国外的贩毒团体列为叫恐怖组织，这个是第一次这么做的。还在法律上把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时候，他采取的行动以及跟外国的合作或者是施压就不一样了。那以前贩毒团体是针对你看有那个 DEA 就美国的这个反毒的这个组织，那至于美国内部的这个帮派，像是内部的拉美王国 MS-13，就是拉美王国是南美洲，然后 MS-13是中美洲，那太阳集团这个是委内瑞拉的集团。哥伦比亚也都是，所以他从陆路还是海运过来的这些毒品其实真的是一本万利是没有错。那他对于这些委内瑞拉的毒品的这种反制那当然会不会因此造成美国毒品的这种就是受到影响？那我觉得毒品这个问题在美国真的是春风吹又生啊。对，你再怎么弄，其实还是有市场，因为那个市场需求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看看他接下来会能达到什么效果。如果马杜罗愿意承诺在毒品上做限制的话，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有个下台阶。否则的话，他还是会采取一些行动去针对委内瑞拉。现在濒临到了委内瑞拉只是开头吗？川普的战争蓝图接下来是否遍及到整个南美，他都想要掠夺呢？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他现在手上拿着华为，是急于向习近平来求救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关心。首先，我们看到今天会来做解答的3个火线话题，第一个就是战争部在美国正式的亮相，川普要掠夺，借此来掠夺拉美的石油跟天然资源吗？美国这回自己也开始出兵了，那么美国还敢硬干到底吗？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这个美国的总统高举着华为手机，希望习近平能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来撑腰吗？那中国的角色，中国又会怎么做呢？等一下这一些3个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留言来跟我们做讨论，分享你的看法。今天的最新消息，我们赶快来看到，就是川普首先呢，把美国的国防部现在媒体报道说希望能够改成战争部，未来美国不会只是防御的角色而已，而且是这个强为进攻的一个角色那也是高照天下说，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将战争推向一个霸权国家了。我们来看到近期川普的3大鹰派动作。首先，他派了3艘的神盾驱逐舰，一艘呢搭载的是战斧导弹的攻击核潜舰，再加上4500多名的兵力，直扑加勒比海。嘴上说是扫毒啦，但是手里他拿着5000多万美元的悬赏金，说要抓到美国的总统马杜罗，并且他说了要彻底的摧毁墨西哥跟在中美洲这边的黑帮，但是全世界都心知肚明，川普嘴巴上说是要扫毒，但是背后觊觎的是否是在整个南美洲的石油黑金呢？翻开数据来看，我们来看到美国的石油日产现在大约是一天是108万桶，占是全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学者也痛斥，目前这个川普你说是要扫毒，但是呢，贩卖给这些贩毒集团的所用的武器，根本都是美国公司你自己卖的啊。这个时候，委内瑞拉的总统也看不下去了，痛批美国你是恐怖主义，你是军事上面的恫吓，怒斥美国的种种行为，说是为了要这个推翻美国的政权，扶植傀儡。因此呢，他另外一方面还出动了15000名的部队部署边境，来自己先做扫毒，希望堵住川普的嘴巴。我们来看到，不只是美国现在针对川普有了大动作，整个我们来看到的是整个拉美都掀起了这个反美的怒火。来看到玻利维尼亚的总统，他说批评美国控制拉美，掠夺了自然资源，呼吁拉美国家要集体的站起来抵抗到底。墨西哥总统也说公开反对任何外国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教委员怎么看？首先，川普这边有说希望把所谓的国防部变成战争部，这是宣告派兵委内瑞拉只是第一步吗？真正的目标会不会是他看上的是整体拉美国家的资源？委员怎么看？川普在他的《交易的艺术》这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跟对方交易，一定要拉高威胁恐吓的筹码。你看，我们看到关税战争不就这样？
只要他发现你威胁恐吓的方法有奏效的时候，真正在交易的时候就会得到很好的交易条件。这是川普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做法。他现在在处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跟各位说明一下，整个拉丁美洲大概有3类的国家，第一类是亲美的国家，墨西哥、哥伦比亚是亲美的。第二类是什么？中立的国家，比如说巴西、玻利维亚是中立的，既不亲美也不反美。但第3类是反美的国家，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是反美的国家。所谓的反美、亲美以及中立的国家是。在它内部的政治势力就可以看得出来，凡是反美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亲美的派系，然后亲美的国家几乎没有反美的派系，然后中间的国家像巴西，大概亲美反美的派系差不多，势力相当。这个委内瑞拉当然是怀璧其罪了哈，因为它就是一个石油丰富、锂矿丰富各种矿产丰富的点，但是它还没有太多的资金可以做大幅的开发。那很多国家要来投资，也都在美国恐吓底下都打退堂鼓，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又丰富矿产但又不敢大规模投资的地方。今天川普就威胁说，他要把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事实上，美国刚独立不久的时候，他所成立的就是战争部，然后战争部在1789年把战争部跟海军部合并为叫国防部，那同时成立空军部。后来1947年成立空军部，大概是这样一个来。那他现在又把它回去战争部，本来原始的战争部是陆军部而已啦，早年是这样子的哈。那他现在派出3艘的神盾驱逐舰，你说要去扫毒，那完全是骗人的。我跟各位解释哈，因为委内瑞拉没有制毒集团也没有贩毒集团，因为毒品行业一定有制毒的，然后还有什么运毒的，最后是什么贩毒的？贩毒集团大概都是在美墨边界或者美国本土贩毒集团，而且主要的帮派有白人帮派、有黑人帮派、有拉丁裔帮派、有华人帮派、有越南集团的帮派，很多都是在做贩毒集团。但是运毒集团主要的是用3种方式在运毒。第一种方式看制毒中心在哪里，主要的制毒是在哥伦比亚。在墨西哥都是亲美的国家，是制毒集团最多的地方。然后制毒的集团呢，它怎么运到美国？陆路就经过墨西哥边界海路呢？海路主要是由这个加勒比海，因为墨西哥靠加勒比海，然后那个哥伦比亚靠加勒比海，海路就是用小船运到那个佛罗里达的外海，由这个贩毒集团的小船来接进去，大概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可以逃避美国的海岸这个所谓警卫队的封锁。那为什么扯上委内瑞拉呢？因为委内瑞拉有2种情形，就是说哥伦比亚的制毒的哥伦比亚跟委内瑞拉隔壁嘛，它的制毒集团用小飞机就运到了委内瑞拉的丛林从委内瑞拉的丛林里面把这个毒品运到海岸。运到那个哥伦比亚跟委内瑞拉的边界上的海岸，由海岸小船运出去。然后川普的指控就是你委内瑞拉的军方跟高层掩护，所以他取名叫把那个马杜罗取名叫太阳集团。其实他是川普跟胡说八道了。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的军方徽章就是一个太阳。他把它通通成叫太阳集团，根本不存在这个集团他完全是胡乱说的当然胡乱说了，可能 AIT 来找我说。那这对这个川普你说要真的你要有心去消灭制毒集团，你要去封锁哥伦比亚，对，制毒他又不封锁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亲美的你要去封锁墨西哥你墨西哥你又不去封锁它，刻意来一个既没有制毒，也没有运毒，也没有贩毒的谁？委内瑞拉，那指控马杜罗是贩毒集团的首脑。然后在网络上到处贴，中文也有都贴乱七八糟文章，说马杜罗贩的，那马杜罗有石油收入，他贩的毒干什么呢？莫名其妙，所以完全是乱说黑白指控，就跟指控新疆是雪棉花一样的道理但是美国人只要作恶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事实，也不会跟你讲道理，他说排山倒海扣你一个帽子。美国的著名的学者Noam Chomsky 他写了一本书《流氓国家》。
，rock states，他讲的不是北韩，不是中国，不是谁，不是俄罗斯，讲的是谁？美国。他说美国恶行恶状，历年来干了多少坏事情，标准的流氓国家。那为什么会现在川普就在干流氓国家的事啊？他现在准备派海军陆战队什么4500名啦，然后封锁委内瑞拉海岸呢，用制毒之名啊，什么反毒之名啦，根本就胡说八道。跑到一个没有制毒、没有运毒、没有贩毒的国家里面去搞说我要反毒战争，就是要逼马杜罗下台，因为马蒂诺把一个亲美的派系彻底打扁了。然后他说马杜罗是独裁，我看不出马杜罗哪里独裁。川普比较独裁吧，马杜罗哪里独裁？然后马杜罗因为当时美国搞了一个假的总统来跟他选，真的是一个国会议长哦。然后现在啊，这个马杜罗把那个人起诉了，所以这些国家都看得很清楚啊。玻利维亚总统连墨西哥总统都看不下去了，但是他们也不敢怎么样。那马杜罗当然希望说能够得到，有可能有这个意思了哈。他有3折机是不是哈？你的那一台？对哈，跟这个习近平搬救兵。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大概只会在外交上面哈，这个给予声援，大概实质上会用什么军事行动啊、军事力量应该不会，因为第一个哈，这个各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然后解放军呢派到他们去，不切实际哈。那除非这个中国大陆说，就像川普一样愿意耍狠的，就是好。你包围委内瑞拉，我包围菲律宾，我包围台湾，再来谈判才有可能。可是习近平现在大概忙着别的事，已经没空管这个事了哈。所以马杜罗自己要撑点哈，你要撑得住。可是如果是这个川普来横的，直接派兵进入委内瑞拉，那就比较难讲了。是比较难讲了哈。是，所以他派神盾舰啊，什么这个什么核潜艇啊，就是要加大恐吓的力度。可是我是觉得只要上岸。要打陆战，那可谁输谁赢可不一定哦，可不一定。是好，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川普用这个扫毒的名义，就硬是扣了美国一个帽子。那现在不只是美国反抗，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比较亲美的国家，连墨西哥都出来反抗美国，那还包括了波国。有了这些拉美国家联手的话，美国还敢继续做下去吗？赖老师怎么看？美国要开始去评估它的胜算有多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刚委员有说，美国要打你的时候，要抢你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扣你帽子。那扣你的那个帽子，基本上都不是事实，啊，例如说他要打伊拉克的时候，就扣海山有核生化武器；他要打叙利亚，也是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美国人惯用的一个手法。他看到你的土地了，看到你的石油了，看到你的什么，他要的时候他就给你扣帽子，就要把你拿走。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美国从宣布出兵是8月19嘛，那到21号军队就派出去了。委内瑞拉是在加勒比海啊，就是南美洲的北边。从美国出发一直到南美洲啊，我想这个海军出身的这个张金兄啊，应该很清楚的可以算得出来，不需要10天啊。加勒比海很小啊，不需要10天，但是为什么还没动手？还没动手，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你今天即使你要扫毒，更何况这个毒品并不是来自于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基本上它的石油的储量在全世界排名前面的。它如果只要美国不限制它，不封锁它，它基本上它的石油可以自给自足。不但如此，还是它最重要的经济的支柱。他的国家的富裕也可以透过石油来去获得满足。那他现在是因为被限制，所以他的石油发展、国家发展才受到限制嘛。所以毒品对于委内瑞拉来讲不构成理由，但是美国就是给你栽赃。那整个玻利瓦尔联盟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联盟，这个组织大概有10个国家，也就是除了除了委内瑞拉以外，也有像古巴啦、多米尼加啦、玻利维亚啦等等，这10个国家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玻利瓦尔的联盟。这个联盟彼此之间常常有来往、有合作，还有它有一些特别伙伴关系，像俄罗斯就是特别伙伴关系。俄罗斯也有基地，也有一些海军在这个地方来活动。所以我觉得
目前来讲，中国大陆因为还没有正式的把军队把海军跟空军派到委内瑞拉，跟俄罗斯、跟委内瑞拉、跟古巴举行联合军演，然后常设性的派驻在那里。到目前没有。如果有一天有的话，对，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玻利维亚也好，或者古巴也好，它的军事基地接待中国大陆的海军、空军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海外的常设军事基地的话，那整个战略情势就会改变。这很有可能是未来会发生的事。但目前没有的情形下，你说中国大陆这个盐水也救不了近火嘛？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美国确实是没有正当性，所以你会看到周边的国家都起来反对了。这个周边国家起来反对，事实上是有影响力的。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委内瑞拉实施了全国总动员，它的后备部队就有500万人，目前它要动员450万人。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它有没有办法在一击之间，例如说特种军事行动，就能够把这个玻利维亚的总统抓起来？因为美国悬赏他5000万美元嘛。那悬赏他5000万美元，除非他有这个把握，说我一个军事行动就把总统扣住了，对，那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美国去。不然的话，美国只要一卷入这个战争，不见得会占便宜。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采取军事动作的原因。好，谢谢赖老师。那其实我们也要再持续的看。那在川普硬是栽赃给这个美国之下，另外一方面，他也刚刚大家都提到，就是他希望能够求助于中国的帮忙吗？因为呢，他的这个总统马杜洛，我们再看到这张照片，再看一次哦，他在最近的公开场合，突然间为什么要特意做这个动作，好像给媒体拍哦，高举了华为手机，并且还说中文，他说你好，你好，谢谢。那有一些外媒就解读说，会不会是直接向习近平来求救兵的意思呢？那中国的外交部也随即就是发了一个声明，说拒绝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国的内政。但是私底下，虽然刚刚我们都特别提到了中国大陆是没有派军队在拉美这边的常驻，但是在经济上其实两国是有所合作的。包括最新消息，中国一家的民营能源企业已经和委内瑞拉签下了20年石油大单，这个投资金额10亿美元，可以来开发2座石油，预计明年日产可以达到6万桶的石油。那么目前委内瑞拉出口有90%都是往中国大陆去的。2024年光是每天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量高达了35万桶的石油量，已经成为委内瑞拉最大的买主了。但是眼前其实川普非常的觊觎美国的石油，中美之间在这边的角力，接下来美国如何应对？川普还会继续恫吓吗？张老师怎么看？我首先要呼应一下委员跟学长。基本上在国际政治上有2句非常这个有趣的话，叫做政治的指控不需证据，帝国主义做什么事情干一些坏事也不用理由。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川普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来讲，他在国际政治上来讲，就有点像兄弟卖那个兄弟茶一样，那个黑道卖兄弟茶是强逼强买强卖，所以他今天派出这个动作，事实上来讲，诚如刚才我们赖学长所讲，你到那个地方早就兵临城下，但是呢，这个眼看呢也没有办法达成效果，所以呢，其实北京是把他的底牌看得透透的，知道他是一个色厉内荏。但是由于呢，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并没有任何安全协防的条约，也没有任何条约的这个盟友的义务。同样的，也诚如刚才这个委员所讲的，是鞭长这个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那今天美国等于自己在自己的后院放火，那对外胡乱用兵，耗损国力。看在北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眼里呢，其实他这样做是得不偿失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他认为有4个字，叫做乐见其蠢。因为基本上来讲，他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假如真正的这个入侵之后，美国的威名或者威望他的这个声名威望都会受到这个就是说损伤。但是呢，在实质上他可能并不能干预。那为什么这时候呢？这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要演出这个秀？有一个事情，就是在安理会之中，他可以提出谴责案，美国可以用否决权把它停了。但是这个整个之中，这是一个国际之中就是说，就是形成一个氛围。那
中国大陆呢也要计算我这样提出来究竟合不合理。总而言之啊，基本上来讲，军事干预不可能，政治表态是必然，但是呢，乐见其蠢，希望啊他越搞越糟啊，这是基本的政策。好，这一节持续关心川普再踢铁板了，不惜当强盗也要逼马杜罗下台，部署美军。现在原因出来了，因为他太烧钱了，所以他这一战得持续打下去啊。但是能够持续多久呢？川普会不会再输一次？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现在来看到这个是美国，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才看到是美国公布的，他派出了他的直升机，直接降到委内瑞拉的一艘游艇上面去执行一个扣押他的油轮的一个任务嘛。那当时呢，川普还说他还会没收船上的石油，并且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来做施压。不过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他的施压动作不会只介于对于马杜罗而已，接下来3重锁定大制裁行动，包括了马杜罗的亲戚，还有运送到委内瑞拉的所有石油的油轮公司，甚至是要扣押更多在委内瑞拉的油轮哦。那么外界也分析，这个时候川普会提高不断对于委内瑞拉的施压，就是因为他真的快要撑不住了。首先撑不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资金啊，这个实在是太烧钱了，每天军费超过数千万美元。为什么会这么烧钱呢？因为太多的军事武器到现在都还在摆在加勒比海这个附近做部署啊。我们来看到，包括了1.5万名的美军、福特号航母，还有10多艘的战舰等等。另外看到还有1艘的攻击核潜舰，甚至10架 F-35战斗机，每天都在烧钱。但是结果如何？如这个大炮打小鸟哦，只是炸了几艘来自于委内瑞拉他们所称的运毒船。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的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川普一直说要打委内瑞拉，打了半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打？那他是不是自己在金钱上面太烧，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将军怎么看？军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导哈。在政治的大方略定出来以后，我们军事是配合政治的要求来做行动。当然，相对的，政治你要达到目的，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你才能够达到政治的目的。那这次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川普他在政治上的目的来讲，是要逼迫马杜罗辞职下台哈，然后借着军事的压力迫使他下台。可是他的军事手段、政治方向，我认为他是对的哈，因为就美国自己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你这个南美洲在这边不听话，然后甚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啊跟着你们一起起哄，那我将来我美国哈这个我们自己后花园都管不好，我怎么去管到东太平洋、西太平洋的事情？所以政治上他一定要将这个带头的委内瑞拉将他打压下去，然后逼迫马杜罗辞职下台。我先讲，这是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你用军事手段，政治是指导军事的。你的政治目的，但是我觉得他军事指导的手段就大错特错了。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遂行你军事手段。怎么讲呢？《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兵贵拙速，未独巧之久矣”。也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思敏你刚刚所讲的，你在这地方烧了很多钱，搞了2个多月，对不对？这个人仰马困的，所有兵力在海上漂2个月，那阿兵哥该晕船的也晕船了，从晕到不会晕，对不对？好，然后由飞机所消耗的，不管是零附件或消耗掉的油哈，甚至于阿兵哥所发的薪饷，那已经是一笔很庞大的数字。所以《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这意义就是在这边，你要用兵作战，你一定用很笨的方法，可是我很快的解决掉一场战争哈。未独巧之久矣，就从来没看过一场战争是在那边搞花样搞很久哈。虽然说很漂亮，花招很多，可是拖很久。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现在是不是就是正如《孙子兵法》上面讲的，就是又这个巧，但是又很久。在那边搞很多花样，一下子又是这个B-52，又是 B-1B 哦，又是这个航空母舰，这个福特号过来，一下又是核子潜艇，一下又是2栖攻击舰，那兵力从4-5千人，现在提高到1万多人，你光在那边耍花招，可是你没有实际上面的真的动兵用兵，我觉得就不符合军事上目的。所以政治上跟军事上当然不能配合来讲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就算是马杜罗真的下台，因为你的压力而下台。但是就美军来讲的话，这是自己本身也会元气大伤。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所要应付的不是只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我们看到它不管是在欧洲那边对乌克兰，或者是目前来讲在东南亚这边，
跟这日本想要联合来对抗中国，那你将所有的兵力的精力都运用在这么一个小的国家上面，那试问一下，你其他大局你还顾得到顾不到？所以我认为在政治上它是对的，可是军事上所采取的手段是错误的。我认为你军事上你要采取手段要速战速决，就是比照你去捕捉巴拿马总统诺雷嘎那种方式直接用海豹特遣队，直接用斩首作战，那不要在那边喊话讲了半天，这个讲久了大家就不理你了。所以我觉得军事上他的策略是错误的。好，这个是其实川普一直在计划这个所谓的南方之矛的行动，要拿下这个整个中南美洲的，要控制它。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体行动看起来是花费了非常多的金钱，但是可以说算是失败的。那其实这背后的目的，现在还有一个解读，是不是除了要掌控整个中南美洲地区之外，还有背后的势力，也就是中国大陆，美国希望能够一石二鸟，也打击到大陆。因为呢，美国看到了一个现实，就是目前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的关系是真的蛮好的。大陆购买了高达80%来自于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最大买家。光是去年中委之间就加大合作，投资了10亿美元，在扩大石油的开采。换句话说，如果委内瑞拉受到冲击的话，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恐怕是中国大陆在能源在海外的一个布局了。另外呢，要整大陆还有另外一招，就是锁定在于影子船队。这些大型老旧的油轮，主要是替伊朗跟委内瑞拉这些受到制裁的国家偷偷把石油运到中国大陆的买家。好，所以呢，美国就有非常多的行动，在这近期，尤其在10号这一天，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超过80艘的油轮停在委内瑞拉，当中有30艘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他们在得手这一些油轮之后，装有石油的油轮之后，就会把他们直接变成美国自己的财产，一举两得。所以背后也是为了要整治打击中国吗？杨老师怎么看？委内瑞拉每天出口的石油是84万桶，每天哦。那如果说现在是80%，那大概是67万桶，到中国大陆。可是事实上，在去年2024年的数字呢，也就没有发生这个危机事件之前，其实委内瑞拉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石油每天27万桶，啊，那不管是27万桶还是67万桶，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其实真的是这个微不足道。对，因为中国大陆每天进口的石油1200万桶，所以就算是67万桶，大概是占它每天1200万桶的5.5%。那主要大陆来的这些进口石油区域还是中东、俄罗斯、非洲啊，以及东南亚，所以它可以随时的去做就是调整。那你就看到去年是27万桶，最近增加到这个67万桶每天，那就表示说人家的油其实卖到别的地方去，可能有一点受到美国的压力，是反而它往中国走，反而中国因此增加了，OK， 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反正这个一点点你增加一点点 ，OK， 你来，美国其实没有真的在意这个东西，那对中国影响不大，那反而中国因此而获利。那我觉得其实川普反而应该去跟中国大陆谈，你不要这个时候接收这么多委内瑞拉的油，不是在打他吗？你在接收你在干什么？但是中国大陆说那只有一点点而已啊，其实你要的重点根本不是在这里，而是你的军事力量符合川普所说的，这是我的势力范围。21世纪的门罗主义，委内瑞拉这边这种反美的政府，它不能让它在眼皮底下存在。对。不过讲到这里，我又要这个骂一下小泉这个进次郎了。那你觉得美国这样连续对委内瑞拉外海的这些船只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它是运毒，砰砰砰打掉，已经死亡差不多也超过90人以上了。你觉得这个符合规范吗？那比雷达照射强烈100倍吧。那你有没有任何日本所谓的重视这个海上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对这样子行为有表达任何意见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因为是美国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美国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世界已经走向真的是以实力为前提的这种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那但是呢，中间大国之间的利益呢，大家还是会知道界限所在。那就算是委内瑞拉被围，你看它的油还是往中国大陆去。
好，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川普的动作，除了打击这个整个南美洲的反美势力之外，还有背后瞄准中国大陆。那我们刚刚说嘛，就是这个川普想要拿下马杜洛，那他背后是不是有要支持谁？因为现在有这一位的可能是所谓的预备的总统，他是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有没有可能是川普要预备安插的人手呢？我们来看到哦，他这个马查多竟然是在这个今年的时候，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嘛，竟然意外的现身在挪威的奥斯陆。那他当时有一个逃亡的过程，大家说哇塞，也太像这个谍报电影了吧？当时他戴假发，通过了10个军事检查站，从小渔村搭渔船出来之后，出海期间还有美军罩着 F-18战机在委内瑞拉湾的上空盘旋来护航他。接着在美国的安排之下，他搭私人飞机就前往了挪威。那他也公开说了，等到我真的回到委内瑞拉之后，我就会来终结暴政。大家把他视为是川普预备要安插的人选吗？但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马杜洛现在的政权要推翻他，有可能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是美国是要这个培养栽培马杜洛的这个政敌，叫做胡安瓜伊斗。胡安瓜伊斗他现在在3年前就跑到美国佛罗里达了，他后来成立了这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也不了了之了。他又当了流亡总统。那个最高法院流亡的最高法院又让他成立一个流亡，担任他这个胡安瓜伊斗当流亡总统也不了了之。为什么？佛罗里达距离委内瑞拉2300公里，而且胡安瓜伊斗只要离开委内瑞拉，人走茶凉，没有办法影响你。你怎么去长边管辖在委内瑞拉里面的政局？而且胡安瓜伊斗只有42岁，从政资历非常浅，所以美国一看不对，胡安瓜伊斗已经凉了，那我现在找这个马查斗，马查斗是个女的，那马查斗在2012年的时候啊，在13年前选过总统，他虽然失败，但是他就参加过全国的选战，选委内瑞拉的总统，虽然败选了，但是最重要的在今年的10月。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告不是美国总统川普是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查斗马查斗当选，这个是委内瑞拉有史以来拿到诺贝尔奖的就是马查斗。美国一看，这个人可以培养，也选过总统，只是失败。而且他年富力强，现在58岁，刚好你年纪也够，对，然后又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有这个国际上的声望。美国现在转向了，所以让他去领奖出去。但是我认为这个困难度蛮高。美国只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硬处理，就是对委内瑞拉动武的话，那委内瑞拉会四分五裂它3头林立变成割据的局面那美国也会变成一个侵略者。美国要不做，这个是硬处理的风险。第二个，美国可以软处理，继续极限施压，就我要极限施压，让这个马查斗的声望能够起来。但是问题，你在极限施压。委内瑞拉里面呢，现在已经反美情绪高涨，国际上包含俄罗斯、包含中国大陆都挺这个马杜罗。你是不是你这个极限施压会造成委内瑞拉内部的凝聚，而且夜长梦多。所以你要软处理吗？好像也不好硬处理会四分五裂，软处理会夜长梦多。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内部铲除。你要不要内部铲除？那就内部铲除嘛。就跟以前埃及总统萨达特有没有？那些阅兵的时候被弄掉，就是这样内部铲除，但是困难度蛮高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势力人全部搞得自己好好用得非常的严密严谨，所以这个想要从内部铲除马杜罗，会困难度蛮高的。好，如果内部有人暗杀把马杜罗拿下来了，但是问题是他的接班人马杜罗第2还是马杜罗。美国把他马杜罗弄掉，又来一个马杜罗，是他培养的人，怎么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了，要内部铲除也有困难度，所以美国进退维谷，想要这个栽培这个马查斗，我认为一时两刻还看不出好的结果。好，谢谢将军。